大家都知道股息和收租可以带来被动收入，但许多人会觉得，股息赚得好慢，收租门槛又高，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呢？其实有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一种90%的人没听过，但却能带来稳定现金流的方法，而这种方式就是赚股票中的保险啊。股票的保险听起来好可怕，别担心，本期影片我们就来深入聊聊。第一，什么是股票中的保险？第二，它如何帮助我们赚取每月的被动收入？以及第三，我们需要了解投资这样的获利模式可能会有什么相对应的风险。如果你也对这另一种每月赚被动收入的方式感兴趣，想了解除了股票、股息外不同的理财工具，那这期影片或许能带给你不同的灵感与启发哦。首先要了解在股票中赚保险的概念之前，我们先来听听两个小故事，就会更好的理解。有一天，小明用毕生积蓄100万买了一张台积电的股票，但因为贸易战发生，股价下跌，短短几天后，他账上的资产只剩90万。小明担心股价会继续跌，所以每天都提心吊胆，吃不好也睡不好，甚至上班时也一直偷偷用手机看盘。这时，他的同事小芳发现小明最近状态似乎不好，于是两人便聊了起来。当小芳了解完小明的困扰后，心想，这档股票最近的股价其实蛮便宜、蛮合理的。于是小芳便向小明提议，小芳说，如果你真这么担心的话，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吧。你付2万元，我保证，如果未来1个月内台积电股价再跌破90万，不管它跌到多少，我都会以90万的价格买下你的股票。小明听了之后心想，这样好像挺划算的，毕竟只需要花少少的2万元，就能保护自己90万的资产，就像是为自己的股票购买保险这样子。于是小明同意了交易，小明按照约定付给小芳2万元，而小芳则提供给小明一张保险合约，保证如果未来股价继续下跌，小芳会按照约定的价格买下小明的股票。而合约到期后可能会有2种结果，第一种，如果股价跌破90万，那小芳需要以90万的价格买下小明的股票，虽然小芳会面临亏损，但这是他提前承诺的。而第二种结果，如果台积电股价没有跌破90万元，小明自然也不会去找小芳，所以小芳就净赚了2万元的保险费。故事2，小美现在想买100万的台积电股票，但她现在手头上的钱不够，看着越来越高的股价，小美担心股价一直上涨，自己会买不起。后来因缘际会下，她也遇到了小芳，小芳向小美提出了一个交易，她说，如果你付我2万元，我保证如果台积电股价在1个月内继续上涨，我可以以现在的100万价格卖给你，这样你就不怕涨价了。小美听了之后觉得，这个方案不错，于是她同意了交易。她向小芳支付了2万元，小芳则给了小美一张保险合约，保证如果未来股价上涨，小美可以按照约定用100万的价格将小芳买入股票。那1个月后可能会有2种结果，第一种，股价涨破了100万，那小美就可以出具这张合约单，依合约的内容按照100万的价格买入股票，并立刻赚取价差。而小芳则需要按照约定以比市价低的价格100万元卖出自己的股票。那另一种结果，如果股价没有涨破100万，那小美自然也不会去找小芳，小芳就净赚了2万元的保险费。以上就是关于股票中的保险的比喻，简单来说，它就像我们现实生活中会有的保险。就例如我们花了好多钱买了一栋房子，但会担心发生地震啊、火灾等等天灾毁了我们毕生的积蓄，这时我们就可以选择每月每年付出一笔保险金向保险公司购买保险，而保险公司就是靠着这样每月每年收一笔一笔的保费来赚钱。而本期影片我们就是都以这个保险公司的角度来思考如何获利，如何寻找合适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在股市中每年每月赚额外的现金流。首先透过前面的故事可以理解，我们在股市中之所以能当卖保险的人，持续的赚源源不绝的保险金，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买方在担心价格的变动，愿意付出一点点小钱来锁住未来的价格，而我们身为卖方就是承担这样的风险来换取保险权利金。当然我们也不是傻瓜，只收了人家一点点的保费，结果最后却要代替买方赔一大笔的价差，如果这样的话，那不就得不偿失了吗？因此我们在赚这一笔一笔的保费之前，我们需要先厘清3个简单的名词和观念。首先第一是权利金，权利金就是我们每月每年定期向买方收取的保费。在前面的故事里，也就是买方小明、小美为了向小芳购买保险，他们所付出的2万块保费，在现实世界里这2万元就叫权利金，也就是我们本期主题要讲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元。第二，履约价。履约价顾名思义就是合约约定的价格，例如故事里的小明与小芳约定只要跌破90万元，彼此就履行什么什么约定。那这个双方约定出来的价格就是所谓的履约价。第三，合约的期间。通常我们在现实世界中买各种保险，大多也会有个约定的期间，例如汽车的强制险，大多会在1年到3年。当然，有些医疗类的保险可能比较不同，保障期间好几十年，但那些保费也比较高。而股市里的保险通常不会很久，合约的期间有些是几天、几周、几个月内，最久大多不超过3年。那看到这里，有些人可能已经感觉到了，没错，以上的观念就是选择权中最常用到的几个名词。那目前我们已经大约知道这些名词的意义了，到底这个获利模式可以如何应用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有那么好赚吗？首先，这样的交易模式之所以会成立，原因是股市里总是存在各种波动与风险，无论是每天的日常波动、中期的次级波动，或甚至是中长期的基本波动。各种短、中、长期的波动让股票的价格总是上上下下。也正因为如此，有些投资人才会想要花一点钱来买保险，保护自己庞大的资产，将价格锁住。所以说，股市如果因为某些因素造成市场情绪更加不稳，就例如近期美国总统川普的一些关税政策，或者因为战争等等其他因素，导致最近股市波动比较大，投资人情绪比较不稳，那么想要购买这些保险的投资人可能就会变得更多。那我们身为卖保险的卖方，我们所收的权利金就可以比平常更高。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最近某个地区常常发生地震，那么想要为房子购买地震险的人可能就会比平常多更多，因此保单就会更加的抢手，而保费也可以因此提高一些。卖保险的卖方在这个时期就可以赚得更多。影片看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想，可是我们虽然卖了保险，收了人家的保费，但是如果万一真的要理赔了，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有办法赔吗？是的，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状况。因此我们在了解这些获利方法之后，接着我们需要谈谈这种理财工具，特别是担任卖方的角色，可能会有哪些风险呢？或者是否能将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呢？首先，故事中有2个情境，我们先分开来谈。第一个是小明与小芳的情境，在这个情境中，对于卖方，也就是小芳这个角色来说，可能会赔钱的情况就是这档股票在合约期间内跌破了90万，我们假设跌到80万好了。这时，小明这个买方便会拿着当初2人签订的合约书来找小芳履约。因此，对小芳来说，她现在必须花90万元买入目前市价只有80万的股票。所以，如果我们要计算小芳的总亏损金额，便是10万元。但是，原本在卖这张保单的时候有赚2万元，所以实际上的总亏损是8万。那其实换一个角度想，就算股价下跌，其实只要不跌超过88万，那小芳都可以在这个交易里获利，不会有损失。这个故事里另外一种情况，小美因为担心股价上涨，付了一点点钱，将股票锁定在目前的价格。这样的情境对小芳来说，她的风险自然就是股价继续上涨，涨破了他们2人当初约定的100万。我们假设涨到110万好了，那小芳就得强迫自己用比市场低的价格贱价卖出自己的股票。那如果我们计算小芳的损失，那就是损失了10万元，但因为原本有赚2万，所以正负相抵之后，账上的损失就也是8万元。那一样换个角度，就算股价上涨，只要不涨超过102万，我们作为卖方是不是也一样的获利呢？总结本期影片分享了关于选择权卖方透过每月收取权利金赚现金流的一些基础概念整理，并且也在最后试算了这样的获利模式可能伴随的亏损与风险。其实我自己实际接触这样的投资方式也将近4年了，我个人认为虽然这种获利模式有一定的门槛跟风险，但的确也不失为是一种赚被动收入不错的方法，特别是在现在这种市场情绪波动较大的时候，权利金带来的报酬也比平常丰厚许多。因此，如果我们能借由特定的标准筛选标的，并透过适当的方式将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那或许这种方式也能为自己的资产带来令人满意的回报。好啦，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如果你有听过或喜欢这种卖方策略，欢迎按赞订阅，或者你有其他被动收入的建立方法，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当然，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投资理财、建立被动收入的内容，一样可以在下方约我的对谈，或者领取我的电子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